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正在悄悄改变人类未来的现象：为什么社会顶层的权贵们在疯狂生孩子，而底层的普通人却越来越不想生？这种生育率的巨大差距预示着什么样可怕的未来？难道真的会有一场全球人口大清洗即将来临吗？让我们深入挖掘这背后的原因和可能的未来图景。想象一下，如果人类社会是一个大型在线游戏，生儿育女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副本任务。然而，如今这个生育副本出现了极端的两极化，一边是少数氪金玩家，社会顶层富裕阶层在疯狂刷分，不断添娃增丁；另一边却是绝大多数平民玩家纷纷躺平，要么卡关不前，要么干脆选择退出游戏，不再参与生育竞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人类繁衍后代的本能怎么在不同阶层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差异？其实，真正生不出后代的，并非某些我们以为的生理问题人群，而恰恰是广大的城市平民阶层。走在熙熙攘攘的都市街头，你会发现年轻夫妻推着婴儿车的景象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双双上班的丁克族、双收入、无子女家庭和独身打拼的年轻人。反观社会上层，那些有权有势、有钱有闲的顶层人士，许多却儿女成群。有的高官富商公开只有一个子女，但私底下透过赴海外产子、代孕或缴纳巨额罚款，实际上生了2胎、3胎甚至更多。在过去计划生育严格的1胎年代，普通人家若超生将面临沉重处罚，但权贵阶层往往能网开一面，想方设法的多延续几个香火。到了如今，各国大多放开生育限制，我们看到的现象却是有资源的家庭积极响应，多子多福，而广大工薪阶层却对生娃敬而远之。这种生育不平等的现象正日益成为社会的一大特征。我们不禁要问，底层不生，究竟是因为不想生，还是生不起？纵观那些选择不生育或延迟生育的年轻人，背后原因无非几大类，我们来一一看看。首先是残酷的经济现实。对一个普通工薪家庭而言，养孩子几乎等同于一次巨额投资，甚至赌博。高昂的房价压得年轻人喘不过气来，在大城市买房动辄掏空3代积蓄，房贷月供就要还到头发花白。在这种情况下还敢谈生孩子？没有自己的房子，连婚都难结，更别说孩子出生后还需要独立房间。许多都市青年戏称自己是房奴，每月收入大半贡献给房贷，连养活自己都战战兢兢，更何况多一张吃饭的嘴，除了住房，还有教育、医疗、补习班等一连串开销。现代父母哪个不希望孩子赢在起跑线？可优质的幼儿园、小学需要排队拼关系、烧钱捐赠，各种才艺班、补习班开支惊人。据统计，如今在许多国家，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大学毕业，可能要花掉普通家庭数十万美元等值的金钱。对很多年轻夫妻来说，这简直是一笔无法承担的天文数字。越是收入普通的人，越会对未来经济充满忧虑。他们精打细算，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多余的资源去抚育下一代，于是只好选择不要孩子，至少生活压力不会进一步加剧。其次是沉重的职场和生活压力，让人生无暇他顾。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内卷风气盛行，加班成为家常便饭，工作占据了年轻人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下班回到家已是筋疲力尽，只想瘫在沙发上玩手机、追剧放空大脑。周末好不容易有点个人时间，只想睡懒觉或培养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让这样的年轻人再去照顾一个哭闹的婴儿，陪写作业到深夜，光是想象就叫人喘不过气。很多人感叹，每天忙生计已经够累，哪还有精力带孩子？事业和家庭之间难以平衡，尤其对女性来说更加残酷。在传统观念中，带孩子的责任往往主要落在母亲肩上，但当代女性受教育程度高，不少人有自己的职业理想和经济压力。如果他们选择生孩子，意味着职场生涯可能中断，升迁机会渺茫，还要面临重返职场后的种种困难。反之，如果全心拼事业，又很难抽出时间生儿育女。许多职场女性思来想去，干脆选择不婚不育，
以保全自己的自由与事业前途，调侃说不婚不育保平安。还有的人即便结了婚，也选择丁克，即双薪但不要孩子，享受两人世界的经济宽裕和生活自由，免得孩子一来，生活品质断崖式下跌。这些观念在年轻世代中越来越普遍，生孩子不再被视为人生的必选项，反而像是一个高风险的选择。再次，社会保障与养老前景的不确定，反过来影响生育意愿。按照传统观念，养儿防老是天经地义。然而在许多国家，养老问题现在成了一道无解难题。人口老龄化加剧，未来能否依靠下一代养老并不乐观。年轻人自己都担心，等他们老了，社会保险基金可能捉襟见肘，甚至退休金都成问题。他们不敢指望孩子将来养自己，因为说不定孩子长大后也背负沉重生活压力，甚至可能移民到别处谋生，而难以照顾父母。既然如此，养儿防老的传统动机就弱化了很多。而如果指望不上孩子，眼下辛苦培养孩子似乎变得意义不大，还不如把精力财力投在自己身上，多存点钱应对老年生活。当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对社会提供安全网心存疑虑时，他们往往选择降低当下的风险与负担，生育率因此一跌再跌。还有一个常被忽略但深刻的原因是心理和文化层面的转变。现代社会强调个体价值和及时享乐，多元文化兴起后，越来越多的人质疑传统结婚生子的必然性。年轻一代更重视自我实现与生活品质，认为人生不一定要靠传宗接代来获得意义。有些人出于对环境的担忧，比如气候变暖、资源枯竭，产生了反生育主义倾向，认为不带新生命来到这个充满问题的世界是一种负责任和善良的选择。还有人纯粹是对现实无奈，每天穿梭在拥挤的地铁和写字楼，仿佛无尽的循环，人生已经够苦，再多一个孩子就像给人生加上一副枷锁，倒不如独自过清简的生活。这些理念在网络上流传，引发共鸣。所谓躺平哲学便是其中一种极端表现。当上升通道几近堵死，很多年轻人干脆选择不奋斗、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子，以最低欲望来面对高压社会。我连自己都养不活，拿什么养孩子？这近乎是对时代的一种反讽和消极抗议。当越来越多底层年轻人以这样的态度躺平，整个社会的生育率自然直线下滑。综上所述，平民百姓不生或少生孩子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经济上算不过账，时间精力上力不从心，心理上缺乏安全感和意愿。而这些因素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同一个残酷现实：资源和机会的分配不均，已经到了让普通人不敢延续后代的地步。换句话说，当前的经济社会体系几乎把劳动者压榨到极限，导致他们没有余力再去培养下一代。如果说每一个新生儿都是对未来的信心投票，那么如今少子化现象本身就是年轻世代用脚投票，对现状表达的不满与绝望。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那顶层狂生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就不受上述因素影响吗？某种程度上，答案还真是如此。对于社会上层而言，他们拥有丰厚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本，可以大大降低生育和育儿的成本。在富裕家庭，养孩子不是沉重的经济负担，而更像是一种生活乐趣或家族使命。豪门望族往往喜欢儿孙满堂，他们有能力雇佣保姆、请家教，为孩子提供最好的医疗和教育。一个顶级富豪养10个孩子可能都绰绰有余，他完全不必为奶粉钱和学费发愁，更不用每天亲自带娃喂饭。他可以把繁重的育儿琐事交给佣人和专业人士处理，自己依然有充足时间经营事业和享受人生。对这些人来说，孩子带来的更多是天伦之乐和家族壮大的满足感，而非生活拖累。所以我们看到不少富裕家庭乐于多生，甚至把传宗接代视为责任和荣耀。传统上，帝王将相都讲究多子多孙以延续香火，如今许多新贵阶层也有类似心态，他们事业上功成名就，接下来就想建立一个庞大家族，让自己的基因和财富传下去。另一方面，权贵阶层往往拥有更多生育选择权，他们可以更自由地决定何时生，甚至想生几个。过去严格的计划生育年代，
他们有方法突破限制，而在鼓励生育的今天，他们更是走在前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社会里，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较高的人反而表现出更强的生育意愿。一些研究发现，当整体生育水平很低时，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反而越想生，也越能够生出更多孩子。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金钱和资源可以转化为生育能力，负担得起更好的医疗可以提高生育成功率。比如高龄产妇可以透过昂贵的辅助生殖技术顺利产子，经济实力允许他们无视养育成本的压力，社会地位也使他们在婚姻市场上更具吸引力，更容易找到年轻配偶组建家庭。甚至在一些地区，贫富差距越大，这种富人生得多，穷人生得少的差距就越明显。富有人群把生孩子视作一种投资未来的方式，投资自己的家庭王国。他们知道自己有能力让子女在人生起跑线上领先，自然更愿意多要几个孩子。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上层人士生育多子女是出于理念或战略考量，比如某位知名科技富豪就多次公开呼吁大家勇敢生育，警告说人类正面临人口崩溃的危险。他身体力行，自己有接近10个孩子，成为多子大家庭的现代代表。他坚信未来需要更多聪明的人来延续文明，而他愿意提供这些新生命。这类观点在顶层圈子里并不罕见，越是站在权力和财富巅峰的人，往往对整个社会的人口走向更敏感，也更有危机意识。他们担心人口老化和劳动力不足会动摇社会根基，因此试图以自身为榜样，带动生育风气。当然，顶层毕竟是极少数，他们的多生在整体数据里微不足道，但从趋势上看却很意味深长。那么，当底层和顶层的生育率走向两个极端时，整个人类社会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未来？让我们来勾勒这幅可能的图景。也许再过几十年，我们将亲眼见证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结构转变，所谓 M 型社会的成型。所谓 M 型，本指一个社会中间阶层萎缩，两极人群增加的局面。然而在生育领域， M 型的特点体现在社会两端的人，最高层和最低层，生育率相对较高，中间阶层生育率最低。换句话说，未来可能是极少数富裕家庭和某些仍然生育率较高的弱势族群，例如某些传统观念浓厚的农村或宗教社群在大量生孩子，而广大中产和普通城市人几乎不生。中间阶级的人口将被逐渐掏空。一旦出现这种局面，整个人口结构就像字母 M 一样，最上面的峰是富有人口的后代，最下面的峰可能是极少数仍在生育的贫穷人口，而中间的大众却严重萎缩。M 型社会或者阶层生育裂缝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流动性的大幅降低和阶级固化的加剧。如果只有富人的孩子和极少数其他群体的孩子占据未来人口的大头，那么未来社会的精英很大比例将出自当今已经富有的家庭。毕竟，富人有资源让子女接受最好的教育和机会，进而接班父母的位置。而原本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家庭，因为根本没生或只生很少孩子，几十年后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将大幅下降。他们即使曾经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也因后继无人而影响力锐减。我们可以预见，一些原本靠勤奋和才能就能往上爬的行业，未来可能变得门槛极高，大部分机会由少数世家子弟垄断。社会阶级将越来越像一种世袭制，不是法律规定你不得翻身，而是现实中底层几乎没有人可以来翻身了，因为底层年轻人的基数都小得可怜。甚至可以这样说，未来能翻身成为上层的人口本身就是上层生出来的。这听起来像绕口令，却可能是残酷的真相。除了阶级固化，人口的总体萎缩和老化也是毋庸置疑的趋势。当越来越多普通人不生孩子，每一代的新生人口就持续减少，而上一代人在变老。如今许多国家已经出现人口负成长现象，每年死亡人数持续超过出生人数。以台湾为例，最近几年每个月出生的婴儿只有几千，死亡人数却过万，连续数十个月都是生不如死，新生儿比不上棺材。这意味着人口自然在缩减，人口金字塔正在倒转，底部年轻人少，顶端老人多。
社会仰赖少数年轻劳动者去养活和服务庞大的老年群体，这对经济和社会体系都是前所未有的压力。劳动力短缺将成为常态，很多行业找不到足够的年轻人来接班，在工厂里，在写字楼，在医院学校，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招工难、后继乏人的困境。政府为了养活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可能不得不延长退休年龄，70岁甚至更高，提高税收或者削减养老福利，这又会进一步削弱年轻人生育的意愿，因为他们生活负担更重，压力更大，哪里还顾得上养小孩？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下去，生育率只会更低，人口断崖式缩减的危险越来越逼近现实。或许有人会说，人口减少未尝不是好事，地球压力变小了吗？确实，人类几千年来首次面临人变少的局面，有人从环境角度看到了契机。然而，急剧的人口老化和稀少带来的社会问题远不止经济层面，文化与创新可能随之凋零。年轻一代通常是潮流文化、科技创新的主力，他们代表着活力和冒险精神。如果一个国家年轻人很少，社会氛围可能趋于保守、停滞，创新精神减弱。试想一下，当绝大多数人都上了年纪，更关心养老和医疗，很少有人冒险创业或探索新事物，整个文明的进取心都可能下降，这对人类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此外，人口减少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也不容小觑。历史上，大国的兴衰往往伴随人口的盛衰。今天那些陷入超低生育率的国家，未来在人口和劳动力上将大幅萎缩，国力可能因此走下坡。典型如日本总和生育率长期在 1.3 左右，即每个女性平均一生只生 1.3 个孩子，人口从2011年开始下降，经济停滞不前，国际影响力也逐渐被更年轻的人口大国超越。再比如邻近的韩国，出生率甚至跌破1，年轻人不婚不育极为普遍，导致韩国总人口已经开始减少。未来韩国的人口结构将异常老龄化，这势必影响其军事和经济活力。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过去依靠庞大劳动力崛起为经济强国，如今也面临严峻的人口拐点。2022年，中国首次出现人口净减少，宣告人口红利时代结束。目前中国的生育率估计只有 1.1 左右，远低于更替水平。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到本世纪中叶，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可能不足500万，远低于高峰时的1800万。人口快速老化、缩水将对经济增长、创新动能和国际竞争力带来深远影响。与之相对，某些人口仍较年轻的国家，例如印度，目前已超越中国成为人口第1大国，可能在未来取得相对优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全球范围看，连印度的生育率也在下降，约在2左右，逐渐逼近更替水平。很多过去高生育率的发展中国家，如巴西、伊朗等，也迅速步入低生育社会。非洲是目前唯一尚保持较高出生率的大洲，但那里也在发生变化。随着教育普及和城市化，非洲多国的生育率正一路下滑。也许在本世纪下半叶，全球人口就会迎来拐点，并开始长期下降。有研究预测，如果各国无法提高生育率，21世纪末全球人口可能不会如早先预期的继续增加，反而会较中期峰值大幅减少。一些悲观的推算甚至认为，世界人口总数可能从本世纪中期的约100亿回落到末期的60-70亿左右，相当于默默消失了数十亿人。这种减少当然不是指已出生的人突然死亡，而是因为未出生的人口空缺所造成的总数缩减。换句话说，人类很可能在无战争、无瘟疫的情况下，自行让自己的人口大规模蒸发。有人将这种前景称为全球人口大清洗。一场没有硝烟的清洗，并非用刀剑火药屠杀生命，而是通过不生育来让人口自己凋零。一旦走到那一步，我们的城府和村庄将出现怎样凄凉的景象？学校教室空空荡荡，曾经热闹的游乐场变成杂草丛生的空地。另一边厢，养老院爆满，医院里躺满高龄患者，社会年龄结构倒挂严重。然后随着时间推移，当这些庞大的老年群体离世，留下的却不是年轻人接续他们的位置，
而可能是大片人去楼空的社区。许多家庭的家谱在我们这一代就画上句点，再无延续。这种场景放在以前简直难以想象，人类史上从未经历过和平时期这样急剧的人口收缩，却可能在未来100年真实上演。我们不禁要追问，未来真的会如此暗淡吗？难道人类就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步入这场人口寒冬？其实，许多国家早已意识到少子化的严重性，纷纷出台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希望力挽狂澜。然而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比如一些国家提供生育津贴、育儿补贴，甚至鼓励男性休育婴假分担家务，还有的地方直接发放生育奖金，生一个孩子给几万块，希望借此改变年轻夫妻的想法。这些措施短期内也许能稍微刺激一下出生率，有些家庭可能本来犹豫不决，看到补贴到位就下定决心生了，但长期看，还没有哪个低生育国家成功把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 2.1 左右。在鼓励生育政策推行较早较积极的国家，比如法国、北欧诸国，总和生育率也仅在 1.6 到 1.9 之间浮动，勉强比其他国家好一点，但仍低于世代更替所需。可见，经济诱因固然重要，但要年轻人愿意生子，还涉及更深层的社会结构问题。房价不降，工作压力不减，性别歧视不除，光给点补贴只能是杯水车薪。更何况，观念的改变往往滞后于政策。许多身处少子化社会的年轻人，内心深处对生儿育女这件事已经缺乏热情，甚至产生抗拒。一些日本和韩国的调查显示，相当比例的年轻女性明确表示，这辈子计划中不包括孩子，即使给钱，也无法改变他们对人生路径的选择。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的部分大城市。当一线城市的生活压力让育儿变得几乎不可能时，越来越多年轻夫妻干脆决定丁克，不让孩子来受苦。或许真正有效的应对之道，需要远比发钱更大的转变，甚至是一种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革命。例如，有专家提出应该实行社会化抚养，由国家承担更多育儿责任，减轻家庭负担；再如建立更完善的托育机制、弹性工作制度，让父母不必在事业和家庭间做残酷取舍。简而言之，要让普通人愿意生，社会必须重新分配部分资源，给予新一代更好的支持和希望。这当然谈何容易，正因为资源掌握在顶层手中，他们未必有强烈动机去改变分配格局。在现行体制下，短期经济利益往往优先，被压榨的年轻世代只能用不生育来对抗，却进一步危及整个社会的未来。这看似是个悖论，却真实地摆在我们眼前。如果任由这种生育阶层差距扩大下去，长远来说，不只是底层受损，顶层也难以独善其身。当社会金字塔的基座，人口基数越来越小，越来越脆弱时，金字塔顶尖的那少数人也失去了赖以稳固的位置。毕竟，没有足够的劳动者，谁来生产财富供养社会？没有广大的消费者，市场如何繁荣？没有年轻士兵，国防又如何维系？这些问题最终都会传导到整个社会，哪怕是最富有的群体，也无法避开冲击。在历史长河中，人口的兴衰与文明的命运密不可分。黑死病肆虐欧洲时，1/3人口殒命，封建制度因此动摇，社会结构重组。20世纪中期，人类经历了生育高峰，全球人口从20亿迅速膨胀到80亿，带来经济奇迹，也引发资源忧虑。而现在，我们正站在另一个转折点，高楼林立的都市里传来空荡荡的回声，新生婴儿的哭声越发稀少。这场无声的人口危机，可能比任何战争、瘟疫都更深刻地改变世界。我们或许正在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在人类科技高度发达之时，生育意愿却降至谷底。在物质丰富的社会里，大多数人却选择不再繁衍后代。这仿佛是对过去无数人口爆炸预言的巨大反转与讽刺。当年的担忧如今看来多么可笑，而眼前这令人不寒而栗的未来，却很少有人真正准备好去面对。当然，未来并非注定灰暗，人类也并非全无回旋余地。乐观的人相信，科技和社会创新终将帮助我们走出困境。
也许将来人工智慧和机器人可以承担大部分生产和照护工作，减少年轻人口不足的冲击。也许未来会出现人工子宫这样的突破科技，使得生育不再是女性独自承担的重任，从而降低生育对个人的成本。还有可能，随着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观念变化，社会会重新找到人口与生活之间的平衡点，年轻世代重新愿意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历史上也出现过生育低迷后反弹的例子，比如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美国出生率跌至低谷，但二战后迎来了婴儿潮。也许当前的低生育潮只是一个阶段，若干年后会被新的婴儿潮取代，这也是一些比较乐观的学者所期待的场景。然而，我们也必须认清，当前这波全球性的少子化浪潮涵盖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它不是某一国一地的特殊现象，而是几乎所有现代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从东京到首尔，从罗马到莫斯科，从台北到北京，年轻人不愿生育已成常态。如果不采取重大改变措施，单凭时间推移，很难想象会自发出现什么奇迹转机。换言之，人口下降这趋势本身可能会自我增强，人口越少，担子越重，剩下的人越不敢生，形成低生育率陷阱。就像一辆巨轮，一旦掉头开始下沉，再要拉回来需要极大努力，甚至不可能扭转。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个终极问题：如果广大普通人都不再生育，只剩下一小撮顶层在繁衍，那么人类文明会走向何方？会不会有一天，大部分人的家族血脉都走向终点，只剩下少数权贵的后代承继地球？这听上去像科幻，但未必完全不可能。几百年后回顾今天，也许会发现我们正处在一次人类基因库的巨变时刻。许多原本绵延了上千年的家族，在21世纪纷纷消失，留下的人口组成与以前截然不同。这种改变如果以剧本来描述，几乎像是一场无声无形的种族选择，或人类自我淘汰赛。没有战争的硝烟，也无灾疫的屠戮，却照样完成了对人口的大换血、大洗牌。它既令人唏嘘，也令人毛骨悚然。我们可以设想两种极端的未来图景，一种是经过痛苦的衰减之后，人类找到新平衡点，社会重新构建起支持生育与公平的新体系，人口趋势趋于稳定，甚至回升。另一种则是没能及时止损，导致人口雪崩式下跌，一度繁华的文明陷入瘫痪和倒退，最后只剩很少的人口苟延残喘。在最黑暗的想象中，甚至存在文明崩溃的可能。假如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老化萎缩，会不会引发新的冲突和灾难，加速人口的凋零？历史告诉我们，当资源匮乏、人口结构失衡时，战争和动乱往往不期而至。如果某些国家因年轻人短缺无力守卫疆土，是否会招致他国觊觎？又或者，为了争夺年轻劳力，各国展开抢人大战，引发新形势的冲突？这些都不是空想。在一些地区，我们已经看到了苗头，有人将移民与难民潮视为人口替代的威胁，引发社会撕裂。某些经济体开始疯狂吸引外来年轻人来填补劳动缺口，甚至考虑以更极端手段干预生育。可以说，当人口问题严重到影响国运时，人类可能会采取各种以前难以想象的手段来应对。那时候，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伦理和价值观都可能被挑战。然而，我们也不应失去希望，毕竟人类是一种善于适应和改变的生物。顶层狂生，底层不生所揭示的未来确实令人忧心，但正因为看清了这一走向，我们才有机会提前采取行动。无论是政策上的变革，还是观念上的引导，都还来得及扭转某些趋势。至少在科技日新月异的现在，我们比任何时代都更有工具去应对社会问题。如何让更多普通人愿意生孩子？这也许是21世纪人类社会必须解出的考题。如果我们交出的答卷不合格，那么最终等着我们的可能真的是一场无声无形的大清洗。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不妨让我们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顶层疯狂生育，底层放弃生育，预示的可怕未来究竟是什么？答案或许是一个前所未见的两极分化，
人丁稀少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口急剧减少，社会阶层几近凝固，老人远多于年轻人，人类文明的火炬变得摇摇欲坠。而如果我们无所作为，这个未来并不遥远，就在我们子孙的眼前。而所谓全球人口大清洗，或许并非科幻电影中那种暴力场景，而是以一种令人麻木的方式展开。当我们这一代人慢慢老去、凋零，却没有足够的新生命来接替，我们物种的存在感将被时间悄然抹去一大部分。最终，希望我们能在走到悬崖边之前惊醒，就像历史上无数次悬崖勒马的时刻那样。毕竟，人类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我们拥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智慧和勇气。现在，这道关乎生存与未来的难题摆在眼前，我们会任由这场生育率的差距引发文明的缓慢崩解，还是找到方法让更多人重新愿意孕育新的生命？答案掌握在我们每一代人的手中。如果大多数人选择无视，那么少数人的选择将决定地球的未来模样。让我们拭目以待，人类社会将如何改写这段关键的历史。